乌军新型榴弹炮曝光，火力大提升。10月3日，乌克兰国防部举办了一次活动，向外国合作伙伴展示了经过实战的乌克兰国产新武器，其中就包括新型榴弹炮博达纳 BG， 也就是博达纳自行榴弹炮的牵引式版本。只是当前世界各国新研制的火炮大多属于自行式，跑得更快，可以打完就跑，完全契合现代战场。相比之下，牵引式自身没有动力，只能依靠牵引车，加上收放的时间，很容易遭到敌方火炮的反击。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款牵引炮，而不是继续生产博达纳？在乌俄战场之上，博达纳 BG 这种牵引式榴弹炮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根据莫利塔尼网站的报道，10月3日，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德米特罗·克里缅科夫在一次活动中展示了一款新炮博达纳 BG， 其实就是将博达纳自行榴弹炮系统安装到2136风信子 B 牵引式榴弹炮的炮架上。这次活动也展示了其他新型武器，比如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系统、各类装甲车辆和无人机系统，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和扫雷无人机。本期视频的重点则是博达纳 BG，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相比较自行榴弹炮，牵引式存在一定的缺点，比如没有防护罩，机动性无法保证，很难在现代战场存活。那为什么乌克兰还要研制博达纳 BG？乌俄战争爆发后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扩大了数倍，而武器没有，加上战场消耗，乌军正面临火炮不足的问题，而北约盟友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乌军的需求，援助武器的运输速度太慢，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建国防工业，减少对盟友武器的依赖，而乌克兰也是这样做的，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从2023年开始，乌克兰就在生产155毫米口径的 2S22 博达纳自行榴弹炮，等到2023年12月，博达纳榴弹炮的产量就已经达到了每月6辆。2024年4月，泽连斯基宣布博达纳榴弹炮的产量将达到每月10辆，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完成，并且还有所超出。2024年7月15日，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乌克兰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自行火炮生产国，当前的产量达到了每月15到20辆博达纳榴弹炮。对于处在战火的乌克兰而言，这个数字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依旧不够，而限制火炮产量的就是底盘。目前乌克兰国防工业可以为博达纳榴弹炮生产更多的炮管，但底盘的产量跟不上。博达纳榴弹炮 4.0 的底盘，乌克兰无法自产，需要从捷克的泰托拉公司进口。于是博达纳 BG 就诞生了。既然底盘有限制，那就把它换成其他的底盘。加上乌军缺少火炮，所以首先考虑的就是生产速度与价格。如此一来，牵引式榴弹炮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2023年12月，乌克兰国防快报首次报道了有关牵引式博达纳的消息。2024年7月，乌克兰真理报报道，乌克兰正在开发博达纳自行榴弹炮的牵引式版本，也就是将火炮系统安装到苏联时代的榴弹炮炮架上。当时的选择包括2136风信子 B、2165姆斯塔 B 以及 D20， 这3款都是150毫米牵引式榴弹炮，但炮管长度不一样。综合考虑后，风信子 B 的炮架与152毫米博达纳榴弹炮更大，二者的尺寸与后坐力比较相似。不过乌克兰也在考虑对姆斯塔 B 和 D20 的炮架进行改装，在消耗库存的同时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。比如将炮管缩短2000毫米至39口径，就可以安装在姆斯塔 B 上面。这种轻型的牵引式榴弹炮可以放置在前线，前线火炮队伍的任务范围有限，小口径也可以接受，也可以改装苏联时代的 M46。塞尔维亚这边就开发了类似的项目，比如155毫米的 M46。将博达纳榴弹炮与苏联时代的炮架结合，不仅在成本效益更具优势，生产速度也能满足乌军的需求。那么在乌俄战场上，博达纳 BG 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？由于博达纳 BG 属于首次公开展示，所以没有具体的性能、重量、射速、人员数量都是未知。不过单单牵引式这3个字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。在乌俄战争的当下，乌军使用博达纳 BG 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战力。
相比较自行榴弹炮，博达纳 BG 的生产速度更快，制作流程更简化，而且牵引式榴弹炮的大多数岗位都不需要太高的技术，牵引车的驾驶员甚至可以从民间征调，保留大量的牵引式榴弹炮，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障炮兵部队的规模。对急需补充火炮战力的乌克兰而言，除了天上掉装备之外，没有比博达纳 BG 更好的选择。并且博达纳 BG 的生产成本也不高，底盘都是现有的，单价预计不高于200万美元。与同类产品大约300万美元的价格相比，博达纳 BG 的性价比更高。就比如在2018年，美国向印度出口 M777 榴弹炮，单价达到了350万美元。在实际作战时，牵引式榴弹炮也有一定的优势，比如维修简单。不会出现很复杂的技术故障，即使有零部件损坏，那也只需要更换损坏的零件就行，维修时间大幅度缩短。即使受到弹片或者无人机攻击，牵引式榴弹炮也可以快速修复。相比之下，自行榴弹炮受到同样程度的损伤之后，修复时间更长。当然，博达纳 BG 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机动性。在现代战场，反炮兵雷达属于标配，炮兵的生存环境已经是开火级暴露的程度。美军的 TPK-50 和 TPK-53 3秒左右就能锁定位置。俄罗斯声称其最新的盘尼西林反炮兵雷达5秒内就可以锁定敌方火炮位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火炮最重要的就是机动性。自行榴弹炮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撤离射击阵地，而牵引式榴弹炮还需要进行收整，这就会耗费一定时间，很容易遭到敌方火炮或者无人机的反击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乌军也有了应对方案，那就是加强防御。既然苏联时期的底盘可以用，那么炮也可以。乌军已经启动 KS-19 高射炮，并将其安装到美国退役的 M977 Hermeter 上。目前，乌克兰第111国土防御里已经在仓库中找到4门 KS-19。KS-19 属于一种具备地面攻击能力的高射炮，也就是高频两用型，既可以抵御俄军地面部队的攻击，在发现敌方无人机之后进行拦截。就射击而言， KS-19 与传统的牵引式榴弹炮类似，发射100毫米炮弹时需要手动填装，弹药的种类还包括穿甲弹，射速则取决于炮班成员。如果组织得当，理论上可以达到每分钟15发。用于防空的话， KS-19 的射高达到了15公里。如果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乌军也可以选择对 KS-19 进行改进。虽然老式的 KS-19 无法直接用于反导作战，但如果使用现代化的弹药雷达、火控和指挥系统，甚至可以开发全新的100毫米高炮。不过，该炮的弹药会是一个问题，乌克兰不能生产这种100毫米炮弹，在国际市场上也很难找到库存。最大的可能是由 KS-19 的前服务国提供，比如保加利亚、波兰或捷克。除了研发博达纳 BG 之外，乌克兰也会继续生产博达纳自行榴弹炮。该炮最早于2018年亮相，最初的 1.0 版本采用乌克兰国产的特拉兹6322士兵卡车底盘，也是乌克兰第一款采用北约标准口径的自行榴弹炮。目前已经经历了多次迭代，先后发展出 2.0、3.0、4.0 版本。其中，博达纳 2.0 保留了155毫米榴弹炮，但引入了新的设备，包括重新设计的装甲舱。博达纳 3.0 的主要升级则是更换底盘，升级装甲驾驶室。底盘方面，从之前的版本升级到捷克泰托拉8157，机动性有所提升。驾驶室则配备了神剑公司制造的 Puma 装甲驾驶室，提高了驾驶室的安全性和疏密性。最新的博达纳 4.0 则采用了捷克泰托拉158凤凰卡车底盘，驾驶室的装甲由乌克兰装甲制造公司开发，可抵御小型武器的射击和炮弹碎片，即使被俄军的柳叶刀击中，也不会威胁到车组人员，并配备了半自动装载机，最大射速为每分钟5发，使用高爆破片杀伤弹时，最大射程可达48公里。使用火箭助推弹时，最大射程可达60公里。不过，博达纳 4.0 虽然好用，但是成本、生产速度都有限制，而牵引式博达纳 BG 则没有这些问题，在成本效益上更具优势，其生产速度与维护便利性也更能满足乌军的需求。总的来说，对于乌军而言，在乌俄战争一直持续的当下，博达纳榴弹炮与风信子 B 结合，这种兼顾成本效益和快速部署能力的牵引式榴弹炮，比博达纳自行榴弹炮更好用，可以使乌军弥补火力空缺，从而取得更大的战场优势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博达纳 BG 这种牵引式榴弹炮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